在黑神话第2章里，有这样一只衣不蔽体的老鼠，它张口寡人，闭口寡人，甚至自称国王陛下。很多玩家在这里肯定都以为这老鼠疯了。然而，通关游戏的隐藏支线后，居然发现他说的都是真的。这漫天黄沙之下，真的有过一个国家，名为流沙之国，而他正是此国的国王。然而，昔日的国王怎会落到如此下场，甚至还变成一副老鼠模样？这一切的源头，其实就是他咎由自取。传闻该国曾遍地黄金，指日落之地，佛祖还为该国赐予一卜，名为落日之谷。每到申酉之时，沙国王便差人上城，擂鼓吹角，百姓凭此鼓得以安居，使举国上下重信佛法，给佛祖塑了许多金身佛像，以至于许多百姓渐渐忘了流沙国这个名字，纷纷叫它黄金佛国。随着信众日多，寺庙遍布，大家日渐信佛不信王，如同中世纪的西欧一样。教权对皇权的威胁让国王十分不满，大家都听和尚的，那么这个国王算什么？于是便下令拆毁寺庙，驱赶修行之人，并改国名为斯哈里国，想要把佛教彻底清理出自己的王国。这还得了？大慈大悲的神佛们见此果断发力，一日黄昏，城楼击鼓，国界之外尘土纷飞，有一只名叫副板的大虫绝地而出，将边陲村庄破坏殆尽，死伤无数，连普通老百姓都看得出来，这就是纸佛的报应。因为这副板的背后是一尊巨大的佛头。可此时的国王铁了心维护自己的皇权，随即派大军前去围剿。可这上天开来的东西，哪是这帮凡夫俗子能收拾的？士兵们牺牲无数，也只弄了个吓退之法。不久后，有个黄发黄毛的修士突经此地，他为人仗义，此生最见不得这种不平之事。这人正是第2章的最终 BOSS。我来助你！黄蜂大圣最终协助大军斩杀了虫妖，沙国王闻此大喜，不仅将黄蜂大圣封为国师，还在不久后颁布了禁属令。此后举国上下依属为天佑之物，不可捕杀。此令一出，方圆100里的鼠妖全都往流沙国迁徙，不让百姓捕杀家里的老鼠就算了，还逼迫他们与鼠妖们同住，百姓与群妖混住，多有不协之事。但惧怕国王法令，只得暗自忍耐。然而这还不是最过分的，当国内的翰林院学士为此联名上书，谏言国王修改法令，将鼠妖迁到城西南角安置，让百姓与鼠妖就此隔开，以享太平。可就是这样一个温和的提，沙国王听后仍勃然大怒，经一口气杀光了所有上书的谏臣。之后沙国王变本加厉，曾经供奉的佛像都被他换成国师的属相。国王亲临虎国寺，围起天香祝祷。这样的举动就连他的儿子都看不下去了，三王子因此负气出走，大王子更是被他关进了监牢。本来副板就是上天对国王的警告，没想到半路杀住了鼠妖，举国上下不信佛就算了，还纷纷把佛像换成老鼠鱼啊！神佛们哪能不生气？既然你们尊崇老鼠，那就把你们都变成老鼠好了。此后连同国内的所有百姓都和沙国王一般，逐渐变为了老鼠。等大王子从牢里出来，看到外面竟没有一个人模人样，俱是些穿着衣袍的老鼠。大王子还以为国师带着鼠妖篡了皇位，心下惊惶不已，一路横冲直撞，闯入父亲的金殿，却看到一只矮矬的老鼠以其父之声叫唤了他2句。此事过后，黄蜂大圣自知是他引来的祸事，心怀愧疚，便带着手下都走了。失去了黄蜂大圣的庇佑，王国自然也难逃覆灭的命运。纵观整个剧情，黄蜂大圣本来是一片善心，却没考虑到这大虫是神佛降下的惩罚。他的举动更是让全国上下信妖不信佛，进而招致古国变为蜀国的劫难。而国王更是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，不惜劳民伤财，派军队与神佛降下的大虫对抗。在黄蜂大圣击败大虫后，更是一意孤行，以鼠为尊，甚至让鼠妖与百姓同住。不仅当了亡国之君，还牵连全国的百姓一同变为了老鼠模样。在游戏的卧虎寺门前，那堆积如山被虎先锋吃掉的老鼠尸体，其实全是流沙国曾经的百姓。